为什么说甄子丹的《导火线》是中国动作片最后的辉煌？因为它不仅是国内唯一一部打进美国军方格斗教科书的电影，也是演员们不敢再拍第二遍的影片。甄子丹因为这部电影丢掉半条命，邹兆龙杀青后一度不敢接拍功夫片，吕良伟拍摄期间几近崩溃。《导火线》这个戏应该是我拍那么多电影以来最辛苦的一部，最痛苦的一部。看到他的电影，好山，已经超出了这种辛苦的程度，我觉得应该是痛苦。这部融合泰拳、巴西柔术、散打和摔跤众多元素的经典动作片，更是甄子丹一雪前耻的翻身之作。千禧年之后，香港电影日渐衰落，泰国明星托尼贾主演的《拳霸》和《冬阴功》风靡全球。国际影坛一致认为泰拳时代即将来临，中国再无功夫片。甄子丹得知后气愤不已，他要向世界证明，中国不仅能拍好武打片，也能拍好自由搏击和 MMA。自此，电影《导火线》横空出世。甄子丹还在电影中设计了大反派托尼一角，只为向泰国巨星托尼贾示威。你完蛋了，托尼！家人们，今天就让我们唠一唠这部经典电影《导火线》。让你运货去越南，你不是说刮风就是下雨，运了2个月了，兄弟，你以为？明明白白 ending 嗰場打到好辛苦，因為我哋槍戰啦，咁我諗我開散彈槍、開機關槍，開到我諗都幾百粒子彈都打到個耳仔又聽唔到嘢啊！一天上百。我都唔知敢唔敢再接香港嘅動作片。不仅如此，武行出身的施行宇被甄子丹揍到耳膜穿孔。我的这个左边呢，就耳膜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孔，所以是非常痛苦的。就连打戏不多的古校长和段世流师兄身上也挂了彩。于是这部预算只有300万美元的拍摄项目，足足超了1000多万美金，花费全用在了演员的医药费和被损坏的道具上面，以至于导演不得不删减原定女主许晴的戏份。原剧本中，许晴是甄子丹前女友，不仅与甄子丹有感情线，片中还有不少打斗场面。得知自己由主演降为配角，许晴非但没生气，还高兴地自降片酬。原来在看到演员们相继被抬进医院后，许晴被吓得瑟瑟发抖。要不是有着演员的职业素养，估计早就拎包跑路。正是甄子丹不要命式的拍摄手法，才能让导火线影史登峰。可以说，无论是剧本、台词还是人设塑造，这部电影都称得上经典佳作。
影片中，甄子丹饰演的马军是个优秀警察，虽然破案能力非凡，却因出手狠辣，频繁遭到投诉。只是今年上半年，你平均每个月有14次行动，每次行动平均伤人2.8个，半年你已经破了去年的记录。警察抓贼有什么问题？而马军最大的抓捕对象正是越南帮三兄弟阿虎、托尼和渣哥。三弟阿虎头脑发达，四肢简单，武力值81；二弟托尼武力值为99，不仅在三人中最能打，还是兄弟团中的首脑。大哥武力值为10，但武力值100，跳着最风骚的舞，挨着最狠毒的揍。托尼，我出来了。但三人能在黑帮立足，靠的全是毒辣手段。古天乐饰演的华生是三人的得力干将，同时也是警方派来的卧底，准备里应外合协助警方侦查取证，伺机抓捕。结果因缺乏证据，迟迟未能动手。但很快事情迎来了转机，称霸香港黑帮的三兄弟决定黑吃黑，以刮风下雨为由私吞掉山哥的8000万货物。可更过分的是，劫了山哥的货后，三兄弟还要将山哥灭口。危难时刻，华生谎称警察在现场，这才护住了山哥的性命。死里逃生的山哥决定做污点证人，协助警察逮捕犯人。三兄弟意识到情况不妙，决定携8000万巨款逃脱。华生因通风报信暴露卧底身份，被托尼撞断一条腿，重伤进了医院。老大渣哥遭警察包围，锒铛入狱。可嚣张的他还在狱中收起了小弟。喂，犯了什么？黑社会？我不是黑社会。我不是，那就跟我啊！来，这是大哥，叫啊！大哥。为救大哥，老二托尼和老三阿虎决定杀掉人证山哥和华生。可当阿虎赶到医院想对华生动手时，好巧不巧在电梯里遇见了警察马军，两人当即扭打一团。前来助阵的女警惨遭阿虎毒手，中弹身亡。之后阿虎更是当街摔死一名女孩，这让马军彻底暴怒，一记德式背摔和前冲抱摔，直接送对方见太奶。紧接着，华生和女友相继落入托尼手中，人证接连遇害，老大渣哥最终被无罪释放。看着坏人当道，好人惨死，一怒之下，马军不顾警察身份，铤而走险，劫持刚出狱的渣哥，单枪匹马带着渣哥与对方1换2。经历芦苇荡枪战后，渣哥饮恨西北，华生身负重伤，丧失战斗力。战场上仅剩托尼和马军正面交锋，甄子丹放弃花里胡哨的武术招式，大量借鉴 MMA 技术，泰拳的凶狠肘膝，巴西柔术的地面缠斗，摔跤的抱摔，可谓是招招威猛，拳拳致命，十字固、三角锁、齐成杂拳、断头台，攻防自然，刚猛彪悍。邹兆龙前期的齐成位杂拳更是将速度与力量美感诠释得淋漓尽致。两人这段打戏堪称格斗界教科书。可这部让甄子丹豁出命的经典功夫片，即便收割金像金马双料最佳动作奖，上映之初票房不容乐观。由于当时自由搏击在中国还未普及，电影宣传之初，众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 MMA， 也不理解两人在地上的翻滚动作。我在国内到每个地方去做宣传，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什么东西，为什么在地下在滚地？然而这部影片却震惊好莱坞，美国军方将它列入格斗题材教科书。英国著名动作演员斯科特·阿金斯称它为动作电影的巅峰之作。甄子丹也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电影的含金量。随着互联网的崛起，张伟丽、李景亮、宋亚东等综合格斗运动员相继亮相， MMA 在国内逐渐流行。电影导火线也为国内无数影迷反复拉片逐帧解读。这部极具写实的巅峰美学，最终在历史长河中绽放光芒。血铸钢躯破旧营，锁链缠身起新生，银幕冰封埋烈酒，念载尘土见清风。也正是甄子丹破釜革新的敬业态度，才造就了华语影坛难以超越的功夫巅峰。